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8号，欢迎收看加拿大版的致富经节目。开个玩笑啊，我是董菜菜。首先需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的节目呢很久没有更新了。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呢今年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拍这些视频。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还是遇到了不少的灾害，天灾啊。对我们的农业呢影响非常大，所以是导致今年比较慌乱，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拍这个视频了。今年的灾害呢，主要是在春季的时候特别冷，而且连天下雨。今年的雨量非常的大。在国内呢，我听说报道，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高温了，包括美国很多地方都是高温，但是我们这地方正好相反。6月份的时候连天下雨，整个农场很多地方低洼的地方全都积水了，包括大棚里都进水。虽然我的暖棚呢都挖有排水沟，都处理过，但是呢，由于今年的雨量特别大，整个地下的水全满了，没有地方排了已经，所以那个水通过地下慢慢阴到大棚里边去，也进了水了，而且6月份呢非常的冷，经常我们还需要穿棉衣啊。你想6月份穿棉衣是一个什么感觉？所以今年的这个收成也不好。所以在这里借这个机会，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不能只看到贼吃肉，看不到贼挨揍，是吧？有的时候呢，大家看了我的视频很受鼓舞，觉着在这么寒冷的地方也能做成农业，也想跟风从事农业，但是农业呢是非常有风险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本身创业就很不容易，风险很大，那么农业呢又是靠天吃饭，所以经常天灾人祸的，你无法避免，有些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你像今年我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个我也提醒大家，如果真正要下决心从事农业之前呢，一定要考察好，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抗风险的能力。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这个大棚附近挖了很多这个排水沟，就是因为棚里老进水，这个雨水呢浇到棚上之后，它从2侧下来，然后又阴到棚里面去了，所以我这个大棚2侧都挖了排水沟，挖沟之后效果稍微好一点，但是实际上也是每天都在排水，每天都在抗洪抢险啊，这个当时是非常的困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下冰雹很多，从6月份我们这就开始下冰雹了，每一场雨必带冰雹。有一次冰雹最大的呢是大概指甲盖这么大啊，大拇指指甲盖这么大，下得非常密，当时非常恐怖啊！我正在棚里干活，然后发现了一个鸡蛋大的冰雹啊，这么大的冰雹，这个有没有其他地方还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在棚里面发现了一个，它是把棚给打穿了的，由于这个棚比较多，面积比较大，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检查，是吧？我估计还有，但是问题不是太大啊。过了一段时间呢，是7月份的时候，在我这个农场往北3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又下了一场冰雹，那个是毁灭性的，是都是鸡蛋大的冰雹，而且特别密，特别严重，把窗户啊，甚至房子啊，玻璃啊，像这个汽车玻璃啊什么，全都给砸破了，所以这2年的气候是越来越异常。去年是极端高温，今年呢前半部分是极端低温，然后这8月份呢反倒温度高起来了，当然这现在对我来讲是个好消息了，我本来以为前一半夏天，因为我们这夏天只有3个月，前一半都处在寒冷之中，我今年的收成会非常惨，但没想到后一半温度上来了，比往年呢是异常的温暖，所以我现在的这个收成又好一些了，但是呢，这也体现出来了它的气候极端变化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8月下旬温度应该往下降了，
到8月底9月初的时候就上霜了。可是现在看天气预报，一直到8月底，白天还能达到20多度，晚上还能达到10度8度呢。这个是非常异常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如果搞农业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风险考虑在内。我经常看报道，国内的很多这个农民呢，也都是非常痛苦，遇到干旱呐、或者暴雨啊，交错哈，这个把人折腾的不像样子。所以这个我也为大家就是感到这个惋惜吧。这个捏着一把汗呢，为大家。希望老天爷能够尽早风调雨顺起来，让我们有一个丰收。今年呢，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今年实际上我们比去年还是有进步的。我还是在创业阶段，也是在不断摸索探索的一个过程嘛。去年呢，不管是从人手上、管理经验上、种植技术上都比较欠缺。今年呢，比去年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我下面呢带大家看一下，首先看一下我这个冷棚里面种了哪些菜，然后是个什么样子，跟去年比有哪些进步。这个冷棚里呢是我的香瓜棚后面我们看到的是羊角蜜。羊角蜜呢，看产量非常高一堆一堆的这个个头结得非常大今年呢，就是这个香瓜这块整的比去年像样多了，有点像这个专业种植户的一个水平了哈，产量非常高，尤其是呢我们种的瓜呢，口感特别的好，所以我的顾客吧都是大家都抢购，原因在哪儿呢？就是首先大家很难吃到这样的就是说高品质的高档次的水果因为它不适合长途运输其次呢，即便有一些从外省甚至于墨西哥过来的一些瓜呢，它都不好吃，因为长途运输的话，它一定要提前采收，可能7、8成熟的时候就收了。那我们呢是能够做到9、5成熟，甚至10成熟的时候才收这个时候能把它的这个高档水果的香味儿、甜味儿，它的这个发挥到极致所以我们当地的顾客呢就有这个口福，能吃到高档水果的最好的一个状态你像我们这个瓜呢，我们采收的标准呢，一定是到了它颜色发黄的时候才会去采收。一般也包括在国内或者在这边，从外地拉来的瓜呢，它就是白色的时候就采收了。那现在瓜还是绿色的，是它没有成熟的一个状态然后它后面过一段时间它会开始转白这个是大概7成熟到8成熟的样子。然后后边的转黄就到9成熟了然后到10成熟的时候呢，你可以闻到香味儿，可以摸着它稍微有点发软，这个时候你打开里面的颜色呀，这个让你一看就是非常有食欲然后吃起来呢口感极佳所以在当地这 local 的这个 farm local 的这农场，你才能吃到10成熟这样的高口感的水果这是我们做小农场的一个优势和一个特色吧我们还可以再去看看别的棚。这个棚里呢都是我们的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就是高口感西红柿，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比水果一般的都好吃，都高档。你像这个已经裂了就是已经熟透了它的甜味和香味呢搭配的非常好然后它最关键的，它有一种香味就是你吃完之后吧，是满口留香，是非常有回味的，让你吃完之后忘不了而且你一闻它的这个香味呢，就饿了我们在送菜的时候就是一筐一筐的西红柿呢放在车里，堆满一车之后呢，整个那个香气溢出来，也特别特别的浓郁让我们开车一路
都感觉到肚子里很饿。你看这个汁儿一直在往下流哈。我们一般都是一边干一边吃，所以今年这个西红柿呢，虽然它晚了很多，因为春季非常冷嘛，但是也是收拾的比去年要好很多了。我们再去看看别的棚。这是我们的豆角棚，整个一棚全是豆角。今年春天的时候，由于老烟呢，这些豆角叶子都黄了，我当时以为要绝收了，结果后来又缓过来了，而且长得特别好，产量非常高，已经把我这个大棚拴铁丝的钢管都已经拉弯了，非常的重，它像几堵墙一样啊，这个挺壮观的，每天我们就收豆角，收好多。这是我的暖棚香瓜，由于种的非常早这一个第2茬瓜已经快收完了，所以我们已经在拔秧了。拔秧之后呢，要换茬西红柿，你看这个香瓜，这个羊角蜜呢，现在白了如果说是远道运输而来的呢，现在就要摘了但是我们是到现在不会摘的，一定要等它黄了真正好吃了才会摘我们这个暖棚呢，就优势就在于，我们可以种2茬，底下我结了3到4个瓜，已经早就摘完了，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第2茬瓜，也都快摘完了，如果是冷棚的，到现在还没开始摘就是差这么多，差了几个月的时间，你看这个瓜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熟瓜，它是颜色发黄了而且。摸着呢，稍微有一点发软这种才真正熟了。如果说完全发白的，那是没熟的所以这样的话真正的香甜我把这摘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教大家摘瓜就是真正完全熟的瓜呢，它上面是留一片叶子嘛，这个叶子发焦了、发干了这才是真正熟了。有采摘的朋友就知道应该怎么摘了这个呢是刚才我掉下来没摘好，掉下来摔碎了。你看这个状态这才是真正熟透了。瓤是橘黄色或者金黄色的，然后这个果肉呢是绿色的特别的脆，稍微一碰就坏它的这个皮肤呢像婴儿皮肤，稍微一碰就一个痕迹这是它的成熟的状态。看这满满一车的香瓜，是我刚刚收过来的。这有一个特别大的瓜，我觉得可能有2磅吧。这个瓜就是它大概是8分熟吧，因为它还有一点绿色。但是其实有很多客人呢，他不喜欢吃那个10分熟的，他喜欢吃脆一点的，是即便是甜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他觉得很脆口。还有香瓜呢，就是也采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其实这个香瓜不是看大小的。就像这个跟这个相比吧，这2个瓜，其实这个瓜会更熟一点。这个瓜可能是9分熟、10分熟吧，这个可能8分熟。然后大家以为大的都是熟的，其实是要看颜色。这个颜色从绿色，然后刚开始是纯绿色的，就是生的是完全绿的，后来就是要褪掉一部分白色，就像是你看下面这一圈发白了，这就开始成熟了。而且最关键是熟了的香瓜是有香味的，就是你闻一闻它是很香的，越熟的话它会越香。像是这样子基本上就是全是白了的，这个大概就是8分熟的样子，就是会更成熟一点。然后最熟的呢就是这样的，它已经白的发黄了，还有这样的，这个是最成熟的，这个就是非常甜的。
所以大家采摘的时候就找那种颜色发白发黄的，这个是熟的，不一定是大个的就是熟的，虽然大家都比较喜欢吃大的。每周四呢，每周四的下午我会去 Edmond 那个社区去送菜，然后香瓜是最抢手的。每次呢，我跟大家说的呢是4点开始，但是因为我要提前去摆摊嘛，所以我会提前到半个小时的样子。然后我每次到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车在等，搞得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大家为了抢香瓜，真的是已经内卷的非常严重了。因为我们明年呢还有在新建6个暖棚，所以呢会有更多的香瓜供应给大家，大家就不要这么内卷了，4点到就可以了，搞得我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这一会儿呢收了一筐的香瓜啊，那边还有羊角蜜，还有其他的香瓜。包括西红柿昨天就收了，还有黄瓜、豆角啊，准备拉一车，一会儿就去送菜了。卡尔加里的朋友呢，可以去我摊位选购，也可以到这个松果商城，这是我们独家合作的一个零售商，他们都卖我们各种蔬菜，可以在他们网站上下单，给送货上门啊。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